各位玩家，大家好，我是 Storica 的竹美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Storica 第3季的美术设定。游戏剧情在第3季呢，即将来到东方联邦，在这里的主要居民是兽人，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的亚人，以及长期与兽人为敌的虫族。兽人依照各自种族不同的生活习性以及居住环境呢，又可以区分为风、水、雾3大派系。那在设计这3大派系的服装上面呢，我们也参考了现实世界许多不同的东方文化风格，去给予各自的特色。像是在前2季登场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庞跟洛，就是属于风系的虎兽人跟狼兽人。风系角色的特色呢，是他们会居住在高山区，体格壮硕，不畏强风。所以在服装的设计上呢，就会比较多去强调他们的肌肉跟身体曲线，也比较经常会袒胸露肚。然后在配色上呢，他们会比较偏向橘红色系，整体配色比较高调一点。女性角色呢，会比较多一些兽皮或者皮草的部分去做装饰，偶尔搭配一些金属工艺及花边装饰，整体给人比较自信、剽悍的印象。男性角色如果有穿盔甲的话呢，会有比较多尖刺、造型感强的设计。整体风系的设计上面呢，相较于另外2个派系，会给人一种比较强壮、粗犷的感觉。水系的服装设计重点，则是外轮廓会有较多圆弧、蓬起的造型，再加上一些类似水生生物的飘逸触须设计，较少使用厚重的金属铠甲。整体的配色呢，会偏向紫蓝色系，看起来较为低调。女性角色通常会穿着较为宽松的服饰，再加上一些有垂坠风格的装饰物，给人会比较有柔美婉约的印象。男性角色呢，则是外轮廓会较为圆弧，在它的装饰以及衣服的花纹上呢，也会用比较多圆形的造型。整体看起来给人比较敦厚的印象。雾系服装大多为2节式穿法，通常腰间会竖起来，以黑、白、灰为主色，在重点处以亮丽的颜色做点缀。男女在服装的差异上不大，宽袖、披风、长袍会多以方形造型为主，下半身通常会穿百褶裙、裤。若有穿盔甲的话，会是片状缝合式盔甲，材质上以木质涂深色漆为主。整体相较于另外2个派系，会给人较稳重的感觉。而与兽人为敌的虫族，在设计上为了与兽人3派系有本质上的差异，所以决定以民族风为主，并融合一些奇幻异端感。因为虫族每个人都会与某一种昆虫共生，身上会需要一些藏昆虫的空间，所以服装基本上会走比较长袍、宽袖的民族风风格，版型会介于东西方之间，并穿插鲜艳奇异风格的织纹，有些类似昆虫身上的花纹。配色上会以红、绿、大地色为主，色彩较为缤纷。如果角色有身穿盔甲的话，会比较偏向黑铁或石造这种充满手作粗糙感的风格。讲完角色后，我们接着介绍一下第3季的场景设定。东方联邦位处太阳王国东边，与风湖畔相邻的森林地带是虫族的居住地。靠近虫族领地的高山区是风系的居住地，水系呢，则是居住在南边的沿海地带。该区域有着丰富的河湖水域。最东边的多雾地带是雾系的居住地，在山系中间是联邦盟会，这是联邦盟主办公的地方。各系族长如果有事要商讨的时候，
也会汇集到盟会这个地方来。在各系的建筑特色上，同样是参考现实东方建筑特色去设计。风系建筑会散落在高山区的各处，某些险峻的地形会以绳索连接，风系兽人可以较轻易的在上面行走。如果是其他系的兽人，则会被强风吹落山谷。在建筑上，屋檐会比较多以飞檐设计为主，搭配当地尖锐的石材地形，去营造出整体的气势感。水系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，会有分陆上建筑跟水中建筑，其共同特色是都会有一些仿生设计，在环境中去结合一些水生生物的外形，比如珊瑚礁去做点缀，并借此增加一些艳丽的小色块。而水中建筑除了保有陆上建筑的特色外，也会多以湖水绿作为基调，并增加更多的水生生物外形，去做出跟陆上建筑的差异。雾系建筑主要以自然森林材质为整体特色，色调上比较会去呈现原始质地，建筑给人感觉比较典雅精致，配上当地多雾的地理特性，给人一种幽静平和的感觉。虫族的居住地是在森林，地理环境中会有很多奇特的植物，建筑造型会比兽人的更为扭曲一些，并且会结合一些重剪的造型，也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建筑模式，整体会给人一种比较未开发、原始的感觉，去营造虫族神秘及异端不安感。最后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在这一季新登场的副魂角色。首先是第3季的主要角色虫族公主汀朵姨母。作为虫族在东方联邦的人质，我们让她在穿着上较为素雅一些，不会像一般虫族这么的色彩缤纷，但是在一些配件及衣服花纹装饰上，还是会保有虫族的民族风格。而跟汀朵姨母共生的昆虫是蝴蝶，在穿着如此素雅的情况下，为了让蝴蝶共生的概念能够有特色的展现，并且在画面呈现上能够优雅，所以我们设计了汀朵姨母上臂的宽袖，其实是由一大群蝴蝶所组成的。平常看就是件普通的长宽袖，等到有需要时，就可以召唤蝴蝶散开飞舞。接着是第2季后期有出场过的艾斯，他是现任雅尔德席克家家主，也是西欧的哥哥，在发色跟气质上与西欧相似，希望玩家可以一眼就看出他是西欧的哥哥。而在服装上，因为西欧毕竟是军人身份，所以会有较多的铠甲。艾斯则是穿着较为一般的贵族服饰，比较轻便而精致的样式。在使用的武器上也是刻意跟西欧相近，但西欧是偏军刀的武器，艾斯则是比西洋剑稍宽的单手剑。攻击方式上也是比较偏向西洋剑，跟西欧的拔刀术稍有不同。还有就是同样在第2季后期有出场过的水母兽人梨花。水母兽人在游戏的设定中是人口数极为稀少的种族，但他们的寿命都非常的长，所以会经历过非常多外表从年幼到年长的变化。为了让这个概念更容易被传达给玩家，再加上梨花在剧情中其实有蛮重的戏份，所以需要她的情感能够更容易传达出来。所以我们将它的外形设计成比较偏向于人形的样子，但是在一些身体的部位上，我们还是尽量希望让它保有生物的特征，比如它的脚是微微半透明的，头发也是带点半透明的水生生物材质。服装上，因为水母部分是视觉上的重点，为了不强调水母头的焦点，所以服装剪裁让它尽量贴身。至于1、2阶跟3阶的造型会有什么差异，就请各位玩家敬请期待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一些 Story 卡的美术设定，感谢各位玩家一直以来对 Story 卡的支持，我们也会持续努力，
创造更多能够让玩家享受其中的游戏世界。谢谢。